一位医生，一位医院院长，平日救人无数，却在例行健康检查时被宣判了自己最不愿面对的结果——癌症。2014年3月，蔡松燕医师时任南投基督教医院院长，完成了梦想中的高难度登山壮举，身体强健，不抽烟不喝酒，对健康充满自信。然而，就在攀登中央山脉胜利后的体检报告中，他被确诊罹患肺腺癌，合并鳞状细胞癌。这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怎么可能？体能这么好，肺怎么会长肿瘤？疑惑与震惊挥之不去。但身为医师和领导者，他想到自己的病人和家人责任重大，心中只有一个信念：我不能倒下。确诊后第3天，蔡院长立刻收拾心情，遵循主流医学的标准疗程，积极迎战病魔。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肺部肿瘤切除手术，术后紧接着进行了1个月的化学治疗。他心想，尽管癌症来势汹汹，但按照正规医疗全力配合治疗，应该能控制病情。然而世事难料，化疗结束后短短5个月，例行追踪的电脑断层扫描却在他残存的左肺叶发现了多颗可疑结节。这些阴影小而分散，无法直接穿刺切片确诊，但高度怀疑是肿瘤卷土重来，宛如一只脚刚踏出鬼门关，又被阴影死死拽住。蔡医师坦言，那一刻他感到自己彷彿掉入万丈深渊，原本燃起的希望之火迅速暗淡，癌症复发的念头令人心灰意冷。难道一切努力终将白费？难道命运已经盖棺论定？绝望之际，蔡松燕没有选择坐以待毙。作为医者的求知本能和不服输的个性，让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，将自己当成实验的白老鼠，去寻找任何可能逆转肿瘤的方法。既然标准疗法似乎走到尽头，他决心打破常规，把目光投向整合另类医学的广大领域。他在心中对自己说，一定有我还没尝试的路，我不能放弃。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我医疗实验开始了。从那天起，蔡院长广纳百家，不分中西，不论传统或现代，只要打听到对抗癌症有一丝注意的方法，他都愿意尝试。他的清单包罗万象，中药调理、针灸刺激、低糖生酮饮食控制、免疫疗法尝试、芳香精油疗法放松、定期断食净化、每日练习气功与太极拳强身，以及静坐冥想稳定心神等等，多达数十种方法。一时之间，他彷佛走入一座医学百宝箱，每天不是在喝草药汤，就是躺在针灸床上，不是空腹喝水，就是缓缓打太极，既吞各种维生素、营养素，又闻着薰衣草精油放松身心。有人戏称，蔡院长简直把坊间流传的抗癌偏方大全亲身试了一圈。但他可不是盲目乱撞，每一种方法他都讲求科学态度，尽可能以现代仪器和数据来验证效果。例如，他利用大型医院中医部门常用的经络仪，在练气功和针灸治疗的前后，测量自己经络能量与自律神经的变化，定期验血检查免疫指标和发炎指数，详细记录饮食调整后身体各项数据。就这样，他把自己的身体化作实验室，自己当起研究员，也当起实验对象，日以继夜地观察哪些疗法对自己有效。这段期间，他前后投入将近1000万台币，约数百万人民币的资金于各种疗法，可谓砸下重金为自己买了一堂堂救命学分。所幸他很快发现，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，因为种种尝试逐渐拼凑出一条清晰的抗癌之路。在积极尝试疗法的同时，蔡医师也冷静反思，自己生活如此健康，为何会患上肺癌？难道真的是毫无征兆的厄运吗？他决定从自身找答案，深入剖析癌症背后可能的诱因。首先，他想到家族遗传，原来他的至亲长辈中肺功能普遍较弱，或许体质上就有隐忧。另外，过去他曾感染 C 型肝炎，肝脏长期承受慢性感染的负担，加上年轻时一次意外导致的脊椎损伤，多年来偶有疼痛困扰。这些在西医看来彼此独立的健康事件，让他联想到中医理论，肺与大肠相表里，肝主疏泄，脊椎伤损可能阻滞经络气血，是否身体某些潜藏的不平衡早已埋下祸根。他把西医的检查报告与中医的体质辩证结合，抽丝剥茧的推敲，猜测自己的癌症诱因可能是多重因素交织。
先天的费洛体质、慢性感染造成的长期发炎，再叠加年过半百后免疫系统的松懈，这番探究让他更加笃信，癌症绝非无缘无故发生，而是身体内部环境长期失衡的结果。如果要根治，就必须从源头入手，把身体环境重新调整到不利于癌细胞生存的状态。他暗下决心，消除慢性发炎，提升免疫战力，重建内在平衡，这将是自己逆转肿瘤的关键战略。蔡院长首先对自己日常饮食开刀，展开一场全面的饮食革命。他采取的是低糖生酮饮食，也就是严格控制糖分摄取，主食几乎不碰精致碳水，热量改从优质脂肪和蛋白质获取。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研究和经验都显示，癌细胞是嗜糖的，它们对葡萄糖如饥似渴，摄取糖分越多，它们增殖越旺。传统上有饿死肿瘤的说法，生酮饮食正是透过降低血糖水平，迫使身体产生酮体功能，让癌细胞失去最爱的糖分供给。在执行生酮的过程中，它大量摄取富含 Omega-3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例如深海鱼和亚麻籽油。因为 Omega-3 有强力抗发炎作用，可以中和体内的慢性发炎反应。同时，它补充充足的优质蛋白质，以维持体能和免疫细胞的修复需要。除了控糖和好油，它也特别重视营养素的补充。术后化疗让他身体虚弱，他透过营养疗法给身体加零件，每天摄取丰富的维生素 D、叶酸、维生素 B12、镁等微量元素，因为这些都是细胞代谢和免疫功能的关键因子。维生素 D 有调节免疫和抑制肿瘤生长的作用，叶酸和 B12 参与 DNA 修复与合成，可以防止细胞突变。镁则有助于超过300种酵素反应，维持身体机能正常运作。蔡医师形容到，营养素就是身体代谢与修复的零件，零件充足了，身体这部机器才能顺畅运转，自我修复癌症带来的损伤。同时，他还每天服用益生菌补充剂，重建肠道菌丛的健康。也许有人好奇，肠胃菌跟癌症有什么关系？其实，肠道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，70%以上的免疫细胞都驻守在消化道周围。益生菌可以减少肠道有害菌产生的毒素，降低肠道慢性发炎，并提升整体免疫力。换句话说，他在利用益生菌强化免疫部队的后勤补给，一边断了癌细胞的口粮糖分，一边喂饱了免疫大军营养素，这样体内环境就开始悄悄改变，向着对癌不利、对健康有利的方向发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饮食调整期间，蔡医师并非一昧地节食挨饿，他遵循生酮原则的同时，还讲究天然食材的摄取，例如多吃十字花科蔬菜，像花椰菜、羽衣、甘蓝等，因为它们含有植物化合物，可以协助肝脏解毒和抗氧化。适量摄取富含姜黄素的姜黄和含硫化合物的大蒜，因为这些调味料被证实具有抗炎抗癌的效用。他形容自己的餐盘颜色越来越丰富，深绿的蔬菜、大红的番茄、亮橘的南瓜，色彩缤纷，代表着各种植化素的摄取，这些都是对抗癌细胞的隐形利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饮食重塑，他明显感觉到身体变化，精力提升了，慢性疲劳减轻了，肠胃更顺畅，皮肤气色也比化疗刚结束时好了很多。这些迹象都在告诉他，体内那股慢性发炎的暗流在减退，免疫系统正慢慢恢复元气。在饮食之外，蔡松燕深知运动也是抗癌处方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俗话说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对于癌后调养更是如此。但术后体力不如从前，加上化疗带来的虚弱，他不可能去做剧烈的运动，因此他巧妙地选择了温和而持续的身体活动来强化体魄。一方面，他养成日常多走路的习惯，不管在医院巡房或家中休息，都尽量起身活动，绝不久坐。一有空就到户外慢跑或快走，哪怕只能跑几百公尺，也要让心跳加速，微微出汗，增强心肺功能。这些有氧运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把养分和氧气更好地送达全身，同时有助于冲刷免疫系统的河道，让白血球、淋巴球等免疫细胞更灵活地巡逻全身，追剿残存的癌细胞。另一方面，
他投入练习中国传统的气功和太极拳，每天清晨或傍晚，他会站在公园树荫下闭目调息，缓缓地站桩、甩手、导引呼吸。其中他特别推崇一种简单易学的气功动作——甩手功，双脚与肩同宽站立，双臂自然前后摆动，看似简单重复，实则讲究全身放松和意念专注。甩手功每天练上20-30分钟，能显著促进气血流通，平衡自律神经。蔡医师后来还在医院推广这个动作给病人和同仁，他笑称最简单的养生法其实就在我们老祖宗的智慧里。现代医学也验证了他的体悟，他利用经络检测仪对一群中老年志愿者进行气功练习前后的测量，结果显示练功之后大家经络能量更均衡，自律神经的指标也朝稳定方向改善。换句话说，气功这种缓慢动作能降低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，也就是减轻压力反应，同时提升副交感神经功能，让人体处于修复状态。难怪练完气功后人会感到心平气和，睡眠质量变好，这正是为免疫系统创造了良好条件。毕竟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像军队，只有在休养生息时才能壮大，如果一味处于紧绷战斗状态，免疫细胞反而会疲惫不堪。所以透过气功太极这类温和运动，蔡医师实现了强身与调心的双重目标，既锻炼了身体，又平静了内心，为战胜癌症积蓄更多元气。身体的康复离不开心理的力量。经历这场大病，蔡松燕越发体会到心态的重要性。在癌症复发阴影刚降临时，他一度陷入悲观与恐惧，夜晚难眠，满脑子都是不是活不久了的念头。然而很快的，他意识到消极的情绪对病情百害而无一利。压力和绝望不仅让人精神垮掉，甚至会通过神经内分泌影响身体长期焦虑、沮丧，会让压力荷尔蒙，例如皮质醇居高不下，而高皮质醇会抑制免疫反应，增加发炎物质分泌，这几乎是在给癌细胞提供温床。于是他决定从转念开始，努力调试心理状态，把内心绝望的滤镜摘掉，换上一副积极求生的视角。他告诉自己，也许这是上天给我的试炼，我要当做一个学习和蜕变的机会，而不是等死。这样的念头一转变，他整个人也开始行动起来，不再自怜自艾，而是全力以赴实践前面说的种种疗法。可以说，正是心态的一念之变，让他从谷底爬起。为了帮助自己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，蔡医师还正式练习起正念减压技巧。每天他会抽出一段安静时间，进行冥想和深呼吸训练。正念冥想要求他专注当下的呼吸和身体感觉，当杂念和恐惧涌现时，练习不批判的观察，然后让他们如浮云般飘过。刚开始冥想时，他的脑海依然充斥担忧，难以静下，但日复一日，他慢慢学会与这些负面情绪共处，而不被他们牵着走。透过冥想，他感受到内心一种久违的掌控感和宁静，即使外在情况严峻，内心依然可以是一片平和的天地。这份平和正是免疫系统最需要的养分。心情放松了，睡眠质量也提高，每天能有充足的休息来修复细胞。他还培养了一些全新的爱好来抒压，例如听音乐、练书法，偶尔看看幽默影片，让自己开怀大笑。笑声的力量不可小觑，它能促进体内内啡肽的分泌，减轻疼痛和不适。甚至有研究指出，大笑时 NK 细胞、自然杀手细胞，一种专杀癌细胞的免疫细胞数量会短暂上升里。可以说，蔡松燕在抗癌过程中学会了善待自己的心灵，用乐观与平常心为自己打造一副最坚实的心理盔甲。当身心积极投入对抗癌魔的同时，蔡医师也没有忽略排毒这个常被提起又容易被误解的环节。这里所说的排毒，不是江湖偏方的灌肠洗血或神秘疗程，而是指帮助身体清除代谢废物和环境毒素，减轻肝脏、肾脏负担，营造更清洁的内部环境。首先，他采取的间歇性断食本身就是一种温和的排毒法，透过控制进食时间，例如16小时不进食，8小时进食，身体有更长时间启动自噬作用。 Autophagy， 这是细胞自我吞噬清理垃圾的过程，可以清除受损的蛋白质和细胞器，甚至可能让一些受损细胞
包括潜在的癌变细胞进入程式性死亡。研究发现，断食状态下，身体会产生有利的生化改变，降低胰岛素和发炎指数，提升抗氧化能力。蔡医师亲身体会到，每周安排1-2天轻断食，例如只喝蔬果汁，少量坚果度日，反而让精神更清爽，肠胃特别舒适。这样的做法配合他先前提到的生酮饮食，不但饿到了癌细胞，也喂养了身体的自愈机制。同时，他非常注意环境中的毒素，远离自己。从生活细节着手，他开始使用天然有机的日用品，避免接触过多化学物质。饮食上选择无农药残留的食材，避免加工食品，以免摄入防腐剂、人工添加物等。每天保证充足的白开水摄取，帮助肾脏把体内代谢废物冲刷出去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充足的睡眠。深度睡眠是大脑排毒的关键时刻。科学家发现，人在熟睡时，大脑会启动糖淋巴系统，清除废物，包括与失智症相关的贝塔类淀粉样蛋白等。虽然这和癌症不同，但类推可知，睡眠对全身细胞的修复和排毒也至关重要。蔡松燕每天坚持早睡早起，睡满7到8小时，并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。睡前不看电子屏幕，保持卧室黑暗、安静。良好的睡眠让他的褪黑激素分泌正常，这不仅有助睡眠，本身也是一种抗氧化剂和免疫调节激素。有实验指出，褪黑激素可以抑制某些癌细胞生长，因此把睡眠调养好，其实也是一种高效的排毒和抗癌策略。种种细节加总起来，他等于给自己的身体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和系统升级，把不利健康的垃圾清出去，把有利修复的要素补进来，身体变得干净而有能量，肿瘤又怎能轻易卷土重来？日复一日，蔡医师严格地执行自己设计的全方位疗程，均衡清淡的生酮餐盘，一刻不松懈的运动锻炼，早晚打坐调息，定期断食排毒，每天笑口常开。就这样过了将近10个月，他的身体在悄然改变，每一次检查数据都朝好的方向发展，终于迎来了验收成果的关键时刻。2016年2月22日，这天蔡松燕做了一次重要的电脑断层扫描，躺在冰冷的扫描床上，他默默祈祷着，也回顾这一路的艰辛，无数个清晨的汗水，夜晚的冥想，筷子下无糖的克制，针灸时忍受的酸麻感，一切努力究竟能否换来转机？随着机器运转的嗡鸣停止，结果很快出炉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扫描中原本多处可疑的肿瘤阴影竟然消失了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那几个困扰他近1年的肺部结节不见踪影，肺野中一片干净，旁佛什么都没发生过。面对这个结果，连主治医师都惊叹地睁大眼睛。在没有追加手术，没有再进行标靶药物治疗的情况下，病灶自己退去了，这实在是罕见的治愈案例。蔡松燕知道，这不是奇迹降临，而是自己10个月来努力的印证身体，在他精心调养下，终于重建了对抗癌细胞的优势，逆转了战局。为了稳健起见，后续他又每隔数月追踪检查，在接下来的7个月以及之后多年时间里，结果都显示没有任何复发迹象。那一刻起，他真正体会到什么叫重获新生。昔日笼罩心头的阴霾散去了，他宛如经历一场脱胎换骨，体悟到生命又翻开了新的篇章。走过这段自救之旅，蔡松燕并没有将经验据为己有，反而立志要将心得完整整理出来，帮助更多患者脱离癌症魔掌。他将自己摸索出的成功关键归纳成6个面向，加上一个核心心法，统称为6维一心疗法。所谓6维，包括了前面故事中提到的主流医学，该开刀就开刀，该用药就用药，善用现代医学的先进手段，迅速减少肿瘤负荷，稳住生命。营养，调整饮食结构，远离精制糖和不良油脂，补充身体需要的营养素与维生素，培养抗癌的体质。身体活动，规律的运动，不求剧烈，但求持续，强化心肺和肌力，促进循环，激活免疫细胞。舒压，学会减轻压力的方法，保持充足睡眠，透过冥想、运动或嗜好舒缓心理压力，
避免负面情绪摧残身心；排毒，支持身体的解毒系统运作；适当断食、出汗、补充水分，远离环境与饮食中的致癌毒素，给细胞一个干净的家。灵性提升也可称心灵提升，培养正向的信念和生命意义感。不论是宗教信仰的力量，还是自我心灵成长，都让内心更强大平和，以精神力量支撑治愈旅程。这6大面向同时并进，缺一不可。而将这一切贯穿起来的核心，则是一心内心的转变。蔡医师强调，必须从改变念头开始，坚定相信自己能康复，并彻底付诸行动，落实在每天的生活细节中。他形象的比喻，6维就像6条道路，只有同时朝前走，最终才能通往健康彼岸。而一心就是引领这6条路的导航，你的心指向哪里，身体就会走向哪里。如果内心怀疑退缩，任何方法都难长久坚持，也就看不到效果。相反地，内心一旦想通并下定决心，身体的每个细胞、磅礴都听从号令，协同作战。透过6维一心疗法，蔡松燕将西方的外科、药物与东方的养生、调心智慧融为一体，真正践行了整合医学的理念。他感慨地说，只有改变过去的思维模式，打破单打一的治疗框架，同时顾及身与心、医术与生活，才能找到彻底疗愈癌症的方法。现在他担任医院自然医学研究中心的执行长，继续致力于科学验证这套疗法的有效性。他也把经历写成书，上节目演讲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众。他希望自己的缴学费经验能让别人少走冤枉路，早一点从多元角度认识癌症，早一点采取全人整合的方式来对治。蔡松燕医师从绝望中逆转生命的故事，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。也许世上真没有医不好的癌症，只有还没找到方法的癌症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复制他的经历，每一种癌症都有不同挑战，医疗上也充满未知数。然而，他用亲身经历证明了人体的潜能远超我们想象。当我们从饮食、运动、心理、环境多管齐下去改变，等于是在改造身体的生态系统，让它重新成为免疫大军的地盘，而不是癌细胞的乐园。癌症并非一夜降临的灾厄，而更像是身体土壤长期失养失衡长出的杂草。那么我们除了拔草消灭肿瘤之外，更要改善土壤，草才能不再滋生。蔡医师的成功正是因为他拔除了杂草根源，降低慢性发炎这片毒土，肥沃了免疫功能这片良田，最终让健康的种子重新发芽生长，从医生变成病人的心路。他懂得了治病不能光靠一朝一夕的特效药，而要靠整体作战。现代医学在消灭癌细胞方面很强大，但有时也像双刃剑，术后、化疗后，患者常精疲力尽，免疫力低下。如果这时不注重调养，残余的癌细胞可能趁虚而入，卷土重来。蔡松燕以自身为例，告诉世人，正规治疗固然重要，但别忽视自身的主动性。病人不是被动挨打一方，我们完全可以主动出击，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辅助治疗，甚至扭转战局。他常说一句话，真正的名医其实是我们自己。医师能开刀、开药，却无法24小时替你饮食、运动、休息、想事情，这些还是得靠自己下功夫。当他真正接管了自己的健康责任，他找到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康复大道。那我们是否能因此乐观宣称癌症不可怕，可治愈？对每一位罹癌者而言，答案也许不同，但至少蔡医师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性。即使在传统医疗宣布无策的时候，我们也绝不能放弃，因为身体本身藏着许多尚未开发的治愈力量。抗癌不仅仅是医院的事，更是饮食的事、运动的事、心情的事、生活方式的事。当我们调动起全方位的资源，将内外环境都调理到最佳状态时，奇迹就有可能发生。蔡松燕如今依然精神奕奕地站在讲台上，分享她的经历。10年前阴影早已成为故事，她的口头禅是改变心念，癌症就会转念离开。或许听来有点悬，但想想其中的道理，心念一变，一切行动随之改变，最终癌症也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，不得不离我们而去。这条路上有科学，也有人文，有药物的钢铁，
也有内心的火焰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是否与癌症奋战，都不妨将这份经验记在心中，照顾好身体，善待好心灵，培养好的生活习惯。我们的身体自有一股智慧和力量，足以对抗大部分的疾病侵袭。当然，我们希望永远也不要用到蔡医师的抗癌秘方，但他的故事告诉我们，绝境中依然有希望之光。没有医不好的癌症，或许答案正握在我们自己手中。相信科学，也相信自己。这也许就是蔡松燕给我们上的最珍贵一课。让我们记住这位勇敢的院长的箴言：改变能创造奇迹，身心合一就能战胜最可怕的敌人。没有医不好的癌症，或许不是一句绝对的真理，却是一盏指引我们积极求生的明灯。只要我们相信并努力实践，身体的奇迹就可能在下一个转角出现。相信科学，也相信自己。这也许就是蔡松燕给我们上的最珍贵一课。让我们记住这位勇敢的院长的箴言：改变能创造奇迹，身心合一就能战胜最可怕的敌人。没有医不好的癌症，或许不是一句绝对的真理，却是一盏指引我们积极求生的明灯。只要我们相信并努力实践，身体的奇迹就可能在下一个转角出现。